傍晚时分的公园里，一群银发长辈随着音乐开心舞动，社区活动中心里正围坐打牌，笑声此起彼伏。在不少人眼中，这种热闹非凡的场景正是幸福晚年的缩影。事实上，参加各种聚会，载歌载舞，或是约人对弈，固然能为生活增添乐趣，却未必能真正填满心灵的空虚。很多人以为，要让晚年生活过得有品质，就得每天把时间排满各种热闹的活动，和老朋友们参加聚会，找伴跳舞，约人打麻将，热热闹闹才算享受人生。然而，真正高品质的晚年并不只是这些表面的热闹。当灯光散去，人群离开，独处时内心的充实和平静，才是衡量晚年生活品质的关键。本篇影片文案将透过5个发生在台湾中老年人身上的小故事，带您看看那些真正提升晚年生活品质的方式。故事中的主角们，有的从孤单中找到了心理独立，有的在退休后实现了自我价值，有的懂得提早做好经济准备，也有人学会在人际关系中建立健康的界限，还有人选择持续学习，丰富自己的晚年。每个故事都有起伏转折与暖心时刻，希望能引发您的共鸣与思考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5个故事，找寻真正高品质的晚年生活之道。李奶奶今年70出头，先生在几年前因病过世。那段时间，家人们忙着办理丧事，来来去去的人潮在他出殡后骤然散去。儿女们各自生活忙碌，很快回到工作的城市，只留下李奶奶独守着忽然空荡下来的家。没有了朝夕相伴的另一半，生活似乎一下子失去了重心。儿女们各自成家忙碌，一周难得来看她一次。起初，李奶奶非常不适应一个人的生活，她总害怕家里太安静，仿佛安静下来就证明自己被世界遗忘了似的。为了驱散沉寂，客厅的电视机总是从早开到晚，哪怕她没有专心看，只求听个声响有人说话。为了让生活热闹些，李奶奶一开始积极参加李民中心举办的各种活动，邻居约她去跳土风舞，她每场不落地参加。麻将桌上缺一角时，她也是第一个响应入座。她还加入了好几个公园晨练的团体，希望借由不断的社交来冲淡内心的孤单。那些日子里，她每天的行程满满，人看起来也很忙碌。然而，每当夜深人静，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时，李奶奶心里的空虚感却更强烈了。聚会结束后，朋友们各自回家，房子里只剩她和电视机的声音。某次，她参加完一场热闹的餐会回到家，看到桌上孤零零摆着2副碗筷，那是她习惯摆给已逝的先生留的。她的脑海中不禁浮现过去一家人围坐餐桌前说笑用餐的画面，如今却剩她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和空椅子独自发呆。那一刻，强忍一整天的情绪终于溃堤，她鼻头一酸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李奶奶开始反思，为什么自己明明参加了这么多活动，心里还是觉得这么孤单。隔天，她没有去参加平常约好的舞会，而是独自一人出了门，到附近的公园散步。清晨的公园笼罩在柔和的阳光下，林荫间弥漫着花草的清香。她找到一张长椅坐下，闭上眼，静静听着鸟儿清脆的鸣叫，微风轻拂脸庞。睁眼望去，远处几位年轻人正慢跑穿过晨光。李奶奶不禁深吸一口气，感到久违的一丝平静在心底流淌。从这天开始，李奶奶决定给自己的生活按下慢转键。她尝试学习一个人过日子的节奏，不再把行程塞得满满的。她开始在早晨为自己煮一壶好茶，细细品味茶香与宁静的早晨。下午则翻出以前买却一直没空看的小说，坐在阳台的阳光下读上几章。黄昏时分，她散步到先生的照片前，轻声说说话，仿佛老伴还在身旁听她倾诉。一开始独处时，难免心里发慌，
但渐渐的，李奶奶发现自己越来越习惯这样的生活节奏。她也学会了不逢人就抱怨孩子不常来，朋友们不常约，而是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。某个周末，儿子难得带全家回来看他，意外发现妈妈不像以前总是满腹哀怨，反而笑容多了，人也显得更有精神。在聊天时，儿子不好意思地道歉说最近工作忙碌，陪伴少了。李奶奶温和地笑笑，说没关系，他自己也过得很好，让儿子放心去忙自己的事，不用挂念他。他说这话时语气平静而真诚，儿子看着母亲松淡的神情，放下了心中的愧疚。事实上，李奶奶并非不需要家人的关爱，而是她不再把自己的快乐完全建立在别人的陪伴上。她明白心理独立的重要，学会和自己相处，才能在没有他人时也过得安然自若。后来邻居们在找她出门，她不会每次都勉强答应，而是选择自己真正有兴趣或有体力时才参与。有时她也会推掉邀约，一个人在家插花，听着怀旧的老歌，日子依然过得充实惬意。李奶奶的转变让朋友们都很佩服，有人问她为何最近整个人焕然一新，她笑着分享说，自己以前害怕孤单，总是拼命往人群里钻，结果反而更孤单。现在她不那么害怕独处了，反而更珍惜与别人在一起的时光。她的眼神透着平和与自信，那是学会心理独立后散发出的光彩。透过学会独处，李奶奶找回了内心的宁静。她证明了高品质的晚年生活不需要天天呼朋引伴，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，反而是能安然享受独处时光，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也感到丰富且踏实。心理独立让她在暮年依旧活出了自在和从容。陈伯伯今年65岁，从公家机关的科员职位退休已经半年了。刚退休那几周，他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吃吃喝喝，看看电视，感觉像是在放长假，日子过得悠哉。然而新鲜感一过，无所事事的空闲却让他渐渐陷入茫然。以前每天早上7点准时起床赶通勤、开会、忙公文，生活有明确的目标和节奏。如今闹钟不用再响了，陈伯伯却失去了前进的方向。某天清晨，他依旧习惯性的6点起床，换上衬衫准备出门，片刻后才苦笑着想起自己已无处可去，最终只能失落地坐在沙发上发呆。每天早上，他喝着淡淡的茶，看着报纸上密密麻麻的字，却提不起劲细读。电视节目换了一台又一台，也找不到真正感兴趣的内容。他曾试着到公园走走，看别的退休老伙计们下象棋聊天，可自己却插不上话，只觉得格格不入。太太和儿女们都以为他终于可以好好享清福了，但只有陈伯伯自己知道，他内心其实空荡荡的。太太看他经常无精打采，也曾柔声劝他找点兴趣消遣，然而陈伯伯只是勉强笑笑，不置可否。有一天晚上，陈伯伯辗转难眠，他望着天花板想，难道自己辛苦工作一辈子，退休后的人生就只能这样消磨日子吗？这种念头让他感到一阵恐慌和失落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决定主动找些事情来做。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其实热爱写作，大学时还曾是文艺社团的骨干，只是毕业后忙于工作养家，写作的梦想早被尘封。于是他翻出抽屉里老旧的笔记本，试着写下这些年来的所见所闻。起初他的手有点生疏，握笔写几行就觉得累，但他咬咬牙，每天坚持写一点。写着写着，他仿佛找回了年轻时的热情。过去几十年累积的人生故事和感悟涌上心头，笔下的文字也渐渐流畅起来。他开始享受提笔的时光，仿佛每天都有个小目标要去完成。某天，他听说附近图书馆在招募志工，邀请银发族长者来给小朋友说故事。
陈伯伯拿着自己写的一篇童话小故事，忐忑地报名参加。他担心孩子们会嫌他的故事无聊，担心自己多年没公开说话会怯场。到了图书馆活动当天，他紧张得手心冒汗。但是当坐在他面前的一双双天真眼睛望着他期待的微笑时，他突然感到一股温暖在心中升起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打开稿纸，用温和的声音开始讲述自己创作的故事。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。当故事里的小英雄战胜困难时，孩子们纷纷鼓掌欢呼。讲完故事后，好几个小朋友围过来拉着他的手，好奇地问这故事是不是他自己写的，还直说很好听。看到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和闪亮的眼神，陈伯伯只觉得心里像被注满了幸福。他点点头，眼眶忍不住泛红。许久没有体会到被人需要和肯定的他，此刻觉得内心重新燃起了光彩。从那天起，陈伯伯仿佛找到了新的使命。他开始固定每周去图书馆当说故事志工，还把多年来的人生成长经历写成短文，投稿到社区的常青刊物上。当第一篇文章刊登出来时，他小心翼翼地剪下夹进收藏夹里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家人发现陈伯伯脸上的笑容多了，整个人气色也好了许多。儿子笑着打趣说，爸爸现在好像比上班时还更忙了。陈伯伯也笑着回答，这次忙的是真正喜欢的事情。透过写作和志工服务，陈伯伯在退休后找回了自我价值。他不再觉得日子只是被打发掉，反而每天早上起床都有了期待。他深刻体会到，自我实现并不分年龄，只要心中还有梦想和热情，晚年依然可以活出精彩的第二人生。陈伯伯的故事告诉我们，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莫过于在告别职场后，仍能找到让自己发光发热的事情，透过不断尝试与努力，在暮年重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。王先生今年68岁，几年前正式从工作岗位上退休。他和太太膝下有一子一女，都已长大成家。王先生一辈子勤勤恳恳工作，虽谈不上大富大贵，但也存下了一笔养老金，外加每月领取政府的退休金劳保，足够维持他与老伴的日常开销。刚退休那会儿，有好心的亲友劝他把钱拿去投资，让钱滚钱，也有人建议他多买几张高息股票，退休后靠股息收入。然而，王先生心里清楚，自己对投资理财所知有限，赚快钱的美事往往潜藏风险。他想到邻居张阿伯前阵子听信偏门投资的谣言，不到半年血本无归，原本的小康生活顿时陷入困顿。张阿伯后来连住了几十年的房子都被迫卖掉，搬去投靠子女，生活得相当窘迫。这个惨痛例子让王先生不禁感到后怕，于是他婉拒了那些投资建议，把大部分积蓄转入风险低的定存和年金保险，每月依照计划领取固定利息作为生活费补充。王先生这样稳健地过了几年小日子，夫妻俩生活简单但安稳。周末他们会搭公车去菜市场买菜，平日也舍不得吃大鱼大肉，多半是一条鱼分2餐或炒个家常青菜。虽然过得节俭些，但他们心里踏实，因为手头有一定的积蓄，不用为日常开销发愁。每逢过年过节，儿女们也会贴心地给他们包个小红包，尽点孝心。王先生都笑着收下了，转头又存进银行户头。他常笑称，他和老伴现在用钱不多，多存一些，将来医药看护才有着落。儿女们原本还嫌爸妈太抠门，但也理解父母是为自己将来着想。然而，一件突发的家庭事件打乱了这份平静。儿子阿伟原本一直和妻小租屋住，今年突然动念想买房子，但近年的房价飞涨，手上存款远远不够付头期款。一天晚饭后，儿子吞吞吐吐地提出希望爸妈能借他200万元做房子的头期款，承诺未来每月偿还。
儿子说完，满怀期盼地看着父亲。王先生听了一怔，200万对他们来说可不是小数目，那几乎是他和老伴大半生的积蓄呀。如果把这笔钱拿给儿子买房，他和太太今后的生活将绷得很紧，万一哪天生病或需要长照，恐怕就无力负担。他当下没有立刻答应，只说要和妈妈商量一下。那晚，王先生辗转反侧睡不着，脑海里一会儿浮现儿子一家住进新房其乐融融的画面，一会儿又担忧自己掏空积蓄后若生病无钱医治的困境，心情七上八下，难以平静。隔天，王先生把儿子叫来，语重心长地告诉阿伟，爸妈这些年的积蓄也要留作养老，200万不是小数目，不可能全拿出来。他愿意拿出50万元相助，其余的部分让阿伟夫妻自己设法存钱或向银行贷款。儿子听了脸色一沉，有些失望，但还是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接下来几个月，儿子为凑房子的头期款忙进忙出，甚至周末去兼职赚钱。有次家庭聚餐，儿子喝了点酒后，忍不住抱怨现在不是养儿防老，反倒变成了老人还得防着孩子来挖自己的老本。这话如剑般刺痛了王先生和老伴，但两老没有争辩，只是默默承受。回家路上，太太忍不住红了眼眶，自责地问王先生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太自私了？儿子买房这么大的事，我们却没权利帮忙。王先生握紧太太的手，低声安慰她说，他们已经尽力了，如果把钱全给了儿子，将来万一他们没钱治病，还是会拖累孩子，不如趁现在就让孩子自己多承担一些。太太听了点点头，叹了口气，没有再说什么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半年后，阿伟终于凑够了头期款，加上贷款，买下了一间小公寓，一家人总算搬进属于自己的小窝。乔迁宴上，儿子主动向父母敬酒，诚恳地感谢他们当初给予的帮助，也感谢父母没有全部替他出钱，让他能靠自己的努力买下房子。王先生夫妇听了这番话，心中的石头才总算落地。经过这场风波，王先生更加坚定了自己对经济安全的看法，留足够的老本在身边，才能有底气过好晚年生活。如今，王先生夫妇虽然依然习惯勤俭度日，但偶尔也开始愿意花点钱犒劳自己。有一次，他难得豪爽地买下一只香喷喷的炭烤烧鸡带回家，笑着说今天要加菜。老伴起初心疼价格有点贵，但看着他期待的眼神，终于也开心地摆碟准备开动。那天晚餐，两人享受着久违的美味佳肴，王先生看着老伴满足地啃着鸡腿，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此刻他更加确信，真正高品质的晚年不是银行存款要有多惊人，而是要有足够的经济保障，让自己不慌不乱，不必依赖他人。经济安全带来的踏实感，正是他在暮年手中握有的最大安心。林奶奶今年72岁，和老伴住在台北近郊一栋老公寓里。儿子和媳妇平日工作繁忙，膝下有个5岁的小孙女月乐。由于儿子夫妻俩朝9晚6，林奶奶心疼孩子们辛苦，便主动承担起照顾月月的责任。从孙女出生开始，她每天一早搭公车到儿子家报到，煮饭、喂奶、换尿布、哄睡，一直到深夜，儿子儿媳下班回家，她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返回自己家中。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好几年。月乐上幼儿园后，林奶奶又负责接送，她常笑说自己仿佛是职业保姆。刚开始帮忙带孙女时，林奶奶也乐在其中。第一次当奶奶的新奇与喜悦让她甘之如饴地付出。记得月月第一次咿呀学语叫出奶奶时，林奶奶笑得合不拢嘴，觉得再累都值得。不过随着年纪增长，体力下降，长时间的接送与照料逐渐让她感到吃不消。尤其月乐活泼好动，经常缠着奶奶要抱抱或陪玩。
林奶奶有好几次蹲下起身时眼前发黑，差点站不稳。每到夜晚，她浑身腰酸背痛，但为了不让儿子媳妇担心，她总是报喜不报忧。每晚回到家，她都得贴上几片酸痛贴布来舒缓僵硬疼痛的腰背。但第二天依然打起精神继续忙碌。老伴看在眼里心疼不已，劝他向儿子说说减轻负担，但林奶奶总是笑着摆手，坚持自己还撑得住。有天周日，难得儿子一家出去游玩，没有把孙女送来，林奶奶终于能偷得半日清闲。她难得和老伴一起到附近庙口去逛逛。黄昏的庙城前香火缭绕，周边小吃摊的叫卖声不绝于耳，人声鼎沸的热闹景象让林奶奶心情放松了不少。路过一间手工香皂 DIY 教室时，门口贴的海报吸引了她。那海报是在宣传银发族手工香皂体验课程，标题写着做属于自己的香皂。林奶奶突然想起，自从开始带孙后，她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自己想做的事情了。年轻时，她曾学过一点手工皂制作，如今看到这课程，心里顿时痒了起来。她兴奋地拉着老伴进入教室，和其他银发族学员一起听老师讲解，动手调配香精和皂基。整间教室很快洋溢着阵阵芬芳的香气，每位银发学员的脸上都写满专注与新奇。林奶奶也一边听老师讲解，一边小心翼翼地搅拌皂液，久违的兴奋与满足浮现在眉宇间。一堂课下来，她做出了几块色彩缤纷而香气扑鼻的手工皂，那种久违的成就感与愉悦让林奶奶差点掉下泪来。原来除了当奶奶，她还能有自己的兴趣和生活。课程结束后，老师告诉她下周还有进阶班，如果喜欢可以继续参加。林奶奶心动不已，但一想到平日要照顾孙女，哪有自己的空闲时间呢？她苦笑着摇摇头，转身离开教室。回家路上，她紧紧攥着那几块亲手做的香皂，心里翻涌着一种久违的渴望和不舍。那天晚上，林奶奶思来想去，辗转难眠。林奶奶既渴望喘口气，又担心自己提出要求会让儿子媳妇难做，一时间心乱如麻，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最终，她意识到这几年为了照顾孙女，她放弃了许多属于自己的生活。她很爱乐乐，但难道自己的晚年生活就只能围着孩子转吗？她想起邻居陈奶奶上回聊天时劝她，该为自己多想想，不要总把自己当成免费保姆。当时林奶奶还笑着说自己不辛苦，可如今细想，那笑容背后藏着多少无奈，连自己都没有察觉。隔天清晨，林奶奶鼓起勇气拨通了儿子的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她首次明确地对儿子表示，自己从下个月开始无法再每天帮忙照顾月月，希望儿子和媳妇另行安排托育。儿子起初又惊又担心，还以为母亲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。林奶奶解释说，她只是年纪大了，也想过点自己的生活，周末仍会去看孙女，但平日时需要他们另找保姆或托育方式。儿子沉默片刻后，带着歉意地表示，这些年真的辛苦母亲了，他和妻子一直很感激，只是觉得没有谁比妈妈照顾得更好，所以才为寻找他法。既然母亲想休息，他尊重妈妈的决定，会尽快安排其他照顾方法。听到儿子如此体谅，林奶奶心中紧绷许久的一根弦终于松开了。放下电话后，林奶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她没想到，原来开口拒绝并非想象中那么困难。儿子媳妇非但没有责怪她，反而理解并支持她。从那个月起，儿子为月月找到了一个口碑不错的托儿所，白天由专业老师照顾，林奶奶则恢复了属于自己的节奏。她报名参加了那个手工皂进阶课程，每周有2个上午在教室里度过，学习新的配方和技巧，还认识了一群同样喜爱手作的朋友。
现在，每当周末他带着亲手做的香皂去儿子家看孙女时，林奶奶的笑容比以往更加开心满足。林奶奶的故事让我们看到，设立人际边界，适时对亲人说不，并不代表不爱，而是为了自我照顾与彼此尊重。高品质的晚年生活，需要在付出与自我之间取得平衡，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，守护好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才能在爱人与爱己之间找到圆满的相处之道。张爷爷今年70岁出头，是个热心乐观的长者。退休后，他原以为自己的生活只剩下公园散步、下棋、聊天这些老例行，对新事物兴趣缺缺。尤其是现今流行的智慧型手机和电脑网络，他总觉得那是年轻人才玩得转的东西，自己一把年纪了学不来。平日他还用着功能简单的老式手机，只会接打电话，连传简讯都嫌麻烦。空闲时，他顶多打开收音机听听戏曲广播，对那些动辄滑动屏幕的智慧平板更是兴趣缺缺。不过，张爷爷的女儿婷婷嫁到美国后，情况开始不同了。过去女儿还在台湾时，每周都会带外孙回娘家探望她，家中时常传出欢笑声。如今隔着太平洋，女儿只能偶尔打一通电话回来问候，每次通话不到10分钟就匆匆结束。外孙年仅3岁，在电话里还不太会表达，每次只喊几声外公就没了下文。每当挂上电话，张爷爷都免不了心里失落，恨不得能多看看外孙在国外的生活点滴，但碍于自己不会用视讯或网络，他只能对着墙上外孙的小学照片发呆。有一天，邻居老李送给张爷爷一台自己淘汰下来的2手平板电脑，热心地笑着说，老张可以试试用这台平板和远在国外的女儿视讯聊天。张爷爷半信半疑地接过平板，在老李的帮助下连上了家里的 Wi-Fi， 下载了通讯软件。第一次和远在美国的女儿连线时，张爷爷心跳快得不得了。屏幕上很快出现了外孙女圆嘟嘟的笑脸，他奶声奶气地对着镜头喊外公好。透过那小小的屏幕，张爷爷甚至看见女儿厨房里熟悉的锅碗瓢盆，以及外孙女身后贴满卡通贴纸的墙面。那一刻，他激动得眼眶发热，连声音都有些哽咽。那次视讯仅仅不到5分钟，张爷爷却觉得仿佛重温了许久未见的天伦之乐。不过，新科技带来了欢乐，也伴随着让人懊恼的困扰。由于从未接触过平板和通讯软件，张爷爷对这些操作是一知半解。这天刚和外孙视讯结束，隔天他想主动再试试看，却怎么也找不到昨天女儿教他的按钮在哪里。平板上蹦出一大堆跳动的通知窗口，他不小心点了某个链接，结果屏幕突然跑出奇怪的广告声音，吓得他手忙脚乱。不一会儿，又有陌生账号传来讯息，要他点击链接。张爷爷看不懂英文，胡乱点了后，平板开始不停冒出莫名其妙的画面，他又惊又慌，赶紧整个关掉平板电源。经过这场手忙脚乱，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好好学习如何正确使用这些新科技，不然稍有不慎就可能闯祸。于是他打听到附近的社区大学有开设银发族的手机和平板使用课程。他犹豫了几天，还是鼓起勇气报名了。上课第一天，教室里坐满了和他年纪相仿的长者，大家面前都摆着手机或平板，正手足无措地研究着开机界面。张爷爷暗暗松了口气，原来并不是只有自己跟不上时代，课堂上还有不少有趣的插曲。有位同学误按了手机的语音助理键，结果手机突然用机械声冒出一句听不懂使用者问题的回复，逗得全班哄堂大笑。在这欢声笑语中，大家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了许多。志工老师亲切又有耐心，从最基本的开机和连接 Wi-Fi 等操作开始，一步步进行指导。
下课后，张爷爷还厚着脸皮留下来请教老师如何避免点到诈骗链接。老师一一耐心解答他的疑问。经过几周的学习，张爷爷对平板的操作越来越上手。他学会了用通讯软件和远方的女儿每日互传讯息和照片，也学会了如何开启视讯通话，陪外孙讲故事。更棒的是，他还发现了网络世界的精彩。他开始用平板看新闻、查食谱，甚至跟着线上教学影片学起了太极拳。这些新鲜的体验让他的晚年生活丰富了起来。有一次，外孙在美国过生日，张爷爷特地提前录制了一段自己吹奏口琴的影片，通过网络传给外孙作为生日惊喜。当他收到女儿回传的影片，里头是外孙抱着平板拍手笑闹的画面时，张爷爷忍不住热泪盈眶。他万万没想到，靠着持续学习新知识，不仅拉近了与亲人的距离，还开拓了自己的生活圈。女儿在电话里也笑着夸他现在比年轻人还时髦，让他心里甜滋滋的。现在每天早上，张爷爷都会花上1小时用平板学习新东西。他会看看健康养生的节目，和好友们在群组里分享趣味图片，甚至开始学一些简单的英语单词，好在与外孙视讯时派上用场。他成了街坊邻居口中的时髦阿公，大家有手机平板的问题也喜欢来请教他，他总是笑呵呵地摆摆手，说自己也只是跟着一起学呢。张爷爷用行动证明了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。对他而言，持续学习就像给晚年人生打开了一扇新的窗。高品质的晚年生活不仅在于怀念过去，更在于勇于拥抱变化，接受新知，保持学习的习惯，让他的心态变得年轻，也让生命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与希望。故事中的5位长者透过不同的抉择，找到了真正让晚年生活更充实自在的方法。他们或学会与孤独和平相处，或在退休后重新发现自我的价值，或提早做好了经济上的准备，或懂得在人际关系中建立健康的界限，或愿意持续学习，保持与时俱进。这5种方式看似平凡，却是支撑高品质晚年的重要支柱。李奶奶独自流泪后仍能站起身，证明了心理独立能带来内心的强大力量。陈伯伯不为晚年重新出发，让我们看到自我实现如何点亮生命下半场。王先生宁愿收紧荷包，也不花尽养老钱，他的选择换来了经济上的踏实与尊严。林奶奶鼓起勇气对过度的付出说不，让家庭关系更趋平衡融洽。张爷爷勇敢拥抱新知，不仅丰富了生活，也重新连接了亲情与时代。这些看似平凡的做法，其实都蕴含着智慧与勇气。真正高品质的晚年生活，不在于表面的热闹喧嚣，而在于内心的富足和平静。当我们能够心理独立，不因孤单而迷失自我；当我们能持续追求兴趣，实现自我价值；当我们经济无虞，不必成为他人的负担；当我们懂得拒绝过度的付出，守护自己的生活；当我们愿意不断学习，与世界接轨，我们才能在暮年依然活得有尊严、有滋味。看完这些故事，不知道您最有感触的是哪一种晚年生活的方式呢？您觉得在这5种方式中，哪一种对您或您的家人最重要？或者您有其他让晚年生活更幸福的秘诀想分享吗？欢迎在留言中分享您的想法和经验，让我们彼此交流，一起为高品质的晚年生活找到更多可能吧。